英国皇家海军之前高调预告要来南海，不料走了不到一半，却发现了疫情。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化身瘟疫之船。英媒爆料称，该航母和4艘护航舰艇上已发现超100人感染新冠病毒。尽管美国海军宣称目前尚不准备改变访问印太地区的计划，但外界普遍担忧，如果该航母编队的疫情得不到控制，它将迎来一场灾难之旅。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于数天前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正式开启它的首次全球航行第2阶段印太地区访问之旅。按照计划，该航母编队将沿途停靠包括阿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等40个国家，总航程超过2.6万英里。然而，英国海军发言人承认，作为常规检测的一部分，航母编队少数人员的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有英国媒体最早爆料称，航母编队的实际感染情况显然并非英国海军发言人说的这么轻描淡写。英国航母编队的7艘护航舰艇中，至少4艘都出现感染病例，总感染人数超过100人。随后，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每日电讯报等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报道提到，英国航母编队于5月从英国本土出发后，很可能最早是在6月底停靠塞浦路斯期间，水手上岸休假时感染了新冠病毒。7月4号，该航母编队在例行检查时发现疫情已经扩散。据称，目前英国海军已经采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以防止疫情扩散。由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的后续行程以访问他国港口为主，感染新冠疫情后会否影响航母的日程安排，也引发各方关注。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就此宣称，航母编队将继续执行其任务，部署计划不会受到影响。英国广播公司称，新冠疫情尚未促使英国重新考虑航母编队访问40个国家的航行，其中包括经过南海。伊丽莎白女王号被曝出现新冠疫情之前，华莱士于周一在美国五角大楼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晤时提到，英国对印太地区的更多关注。华莱士表示，在中国问题上，英国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确保我们在太平洋海域的同盟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确保我们代表的价值得到维护。英国航母的东来，首先是个政治任务，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要到南海炫耀一番是既定的方案。如果因疫情所打断，无疑英国的所谓的重视印太的决策就会成为一个笑柄。英国退出欧盟以后，要在亚太方向发挥作用，特别是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值得注意的是，华莱士在染疫航母是否继续全球航行问题上也没有把话说死。他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考虑改变后续计划，但如果航母指挥官必须做出不同的决定，我将完全支持他。显然，英国航母的访问计划能否继续执行，要看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控制。很多前车之鉴都证明，舰艇上发生疫情不影响行动部署，只是暂时的。英国广播公司称，去年英国护卫舰诺森伯兰号在巡航过程中发现疑似感染病例后被迫返航，水手们也上岸隔离。2020年3月，美国航母罗斯福号最初传出有新冠感染病例时，美军也坚称无计划将该航母从任务中撤出。但不久后，由于疫情扩散，罗斯福号不得不停靠关岛，全舰人员下船隔离治疗。不过，与罗斯福号的情况不同，此次伊丽莎白女王号所有人员都接种了2剂疫苗，这是否成为英国航母不影响行动部署的底气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英国目前新冠疫苗接种率全球领先，但该国85%的成年人已接种过至少1剂疫苗，63%的成年人接种了2剂。但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近日仍迅速席卷英国。有免疫学家表示，英国使用的疫苗在减少重症和死亡率方面的表现更突出，在预防感染和降低传染性方面并不理想。